我国未来规划的磁悬浮高铁连通5大城市群，结合地图了解一下。磁悬浮是轨道交通的新发展方向，投入使用后能使百姓的出行方式更加多元，极大压缩空间和时间成本。什么是磁悬浮高铁？普通高铁的时速在200至350公里每小时之间，而磁悬浮列车的速度能超过每小时400公里。这是因为磁悬浮列车由轨道磁力推动，并悬浮在空中，不与轨道接触，车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力减少。因此，高速磁悬浮在民间一般被称为超级高铁，堪称未来交通必备。超级高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提出，他的理论基础是真空管道运输。磁浮和低真空技术结合，可以使列车时速达到每小时600至1200公里。2020年，马斯克合作公司旗下的超级高铁载人测试开始，测试路线在一段长500米的管道中，最高时速每小时172公里，测试用时15秒。磁悬浮技术的理论在1922年被德国工程师提出，2003年，我国从德国引进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在上海运行，这是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高速磁浮列车线。这条线路长约30公里，最高时速430公里每小时。单程行驶时间8分钟。此后，我国研究人员就对磁悬浮技术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测试。2023年4月，南华早报发表文章称，我国第一条高速磁悬浮线路的起止点或为上海与杭州。该线路长约150公里，在真空管道当中，列车时速将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。8月，在第36期花城院士讲坛上，粤港澳大湾区磁悬浮交通方案正式亮相。线路设计时速为每小时650公里，方案有4个备选项。建成后，广州、深圳、香港有望实现20分钟互通。可以说，对高速磁悬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，中央和各地政府都十分重视。但是，这项技术要真正落地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在研究中，磁悬浮与真空轨道相结合，理论上可以实现每小时1000公里的速度，但实际试验的速度根本没有达到这一数据。我国高速磁悬浮技术有3种，分别是长导技术、高温超导技术、高温超导电动技术。3种技术线路都有线下样车实验，而目前研究的列车设计时速都是600公里。未来磁悬浮高铁连通5大城市群。高速磁悬浮具备噪音小、节能、环保等优点，但是造价高昂，日常维护费用也高。所以在技术发展初期很难大面积普及，只能在客流量大、交通需求旺盛、经济繁荣的大城市铺设。因此有网友预测，我国未来建设的高速磁悬浮线路为京广线、京沪线、沪广线和沪蓉线。京广高铁由北京丰台站出发，终于广州南站，串联起环渤海经济圈以及中原、武汉、长株潭、珠三角等多个城市群。中间经过石家庄、郑州、信阳、武汉、长沙、郴州、广州等多个交通枢纽城市，线路总长度为2291公里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千米。京广高铁累计运送旅客16.9亿人次，是我国运送客运量最大、列车数量最多、运输最繁忙的高铁线。同时也是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。京广高铁的贯通，极大地压缩了北京和广州的时空距离，两地来往只需8小时，从北京到武汉也只需要不到4个小时，极大地加速了沿线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的流动。京沪高铁从北京南站出发，止于上海虹桥站，全长1318千米，设计最高时速为每小时380千米。沿途经过天津、沧州、济南、徐州、蚌埠、南京、无锡、苏州等地。京沪高铁经过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4大水系，连接长三角和京津冀2大经济圈，所经区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之一。京沪高铁目前已经准备建设第2通道，部分路段已经开工。沪广高铁顾名思义，连接上海与广州。该铁路有3种方案，认可度较高的是方案1。该线路沿途经过上海、杭州、南昌、赣州、韶关、广州等9个主要城市。沪广高铁的建设能够与既有铁路通道实现客货分线，提高整体的运输水平和运输质量。该线路建成之后，能与京广线、京沪线组成一个时速300至350千米的三角形客运专线高铁圈，其辐射范围涵盖近半个中国领土。沪蓉高铁也被称为沪渝蓉高铁，
连接上海、重庆和四川成都，是8纵8横高铁网中沿江通道的主线。该线路从上海宝山站出发，沿途经过合肥、武汉、宜昌、重庆等市，最终止于四川成都站。总长度约2100公里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千米，总投资约5930亿元，部分路段已经开工。沪蓉高铁的建设对推动长江以岸城市发展、实现中部崛起有重要意义。3、磁悬浮高铁建设的意义。交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。现在，随着高铁在全国的贯通，人流、物流以及资金有着极为快速的流动，不同区域之间的城市联系进一步加强，经济也因此快速发展。而高速磁悬浮能将这些进程再次加快。高速磁悬浮轨道系统的建设对人口和交通需求有一定的要求，因此设站更加偏向于省会城市或大型交通枢纽城市，这将使人口和资源进一步集中到大城市，实现最高层级的城镇化。目前我国的高铁系统是客货分线，大载量高速磁悬浮列车将高时速和大运输量相结合，能实现客货混跑，提高铁路系统的运输效率。在国际上，高速磁悬浮是一项顶尖技术，日本、德国等国家也在研发展该技术，能帮助我国抢占轨道交通技术制高点，保持我国高铁领域的领先优势，助力强国交通建设。